作为公爵领的三女儿，我的故事其实从出生那一刻就注定了。可西尔维奥却看着我说：“安娜小姐，我想把我的全部都献给你。以前我总觉得这辈子都不会有人爱我了，像我这种一直被当成多余的人，难道真的可以拥有幸福吗？”这一刻我才发现，原来世界上根本没有迟到的春天。回想起来，我的人生似乎一直都在被剩下。在外人眼里，利舒里尔家族是顶级的豪门，光是听到这个姓氏就足够让人敬畏。大家都觉得作为公爵家的三女儿，我一定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可现实却是，因为我母亲不是正妻，我从小就成了这个家里的异类，不仅要忍受兄弟姐妹的欺凌，甚至连家里的佣人都能对我随意打骂。那时候我才明白，在这个金碧辉煌的牢笼里，我连吃顿饱饭都是一种奢望。在这个家里，我用的每一件衣服，甚至住的房间，全都是兄弟姐妹们捡剩下的。只有母亲会一遍便对我说，我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孩子，那是我生命里唯一的光。可自从母亲走后，我连最后一点体面都没了。在这个公爵府里，我活得甚至不如一个下人，每天有干不完的杂活，还要忍受所有人的使唤。这种日子我真的快要撑不下去了。现在的我只有一个念头，只要能嫁出去，我就能彻底逃离这个鬼地方。我曾以为只要能嫁人就能结束这种痛苦的日子，所以我一直咬牙硬撑着。可现实却给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那个能救我脱离苦海的人始终没有出现。安娜，你还愣在那干什么？赶紧去把老爷的饭菜准备好。我低声应了一句，马上就去。谁能想到我现在竟然在斯特拉家族当女仆，而这里正是我妹妹梅丽莎嫁进来的地方。为了活下去，我根本没有别的选择。我那个所谓的父亲大概是觉得把我这种私生女嫁出去简直是丢了他的脸，所以我从小到大吃的是剩下的，用的是剩下的，到最后连我整个人都成了被剩下的。一个28岁还没出嫁的贵族小姐，在别人眼里早就成了一个笑话。大神官，这不过是个例行公事，毕竟公爵家没出嫁的女儿都得走这个流程。那个随从一边笑着一边压低声音说，不过像她这种身份恐怕已经没资格被称为大小姐了吧。听着这些刺耳的嘲讽，我面无表情地站在一旁。这些神职人员今天还真是精力充沛啊。在走廊里嚼舌根的这几个人是国家派来的神官，按理说贵族的地位要比他们高得多，要是换做普通的贵族小姐，听到刚才那些话恐怕早就火冒三丈了，但我却一点感觉都没有。毕竟这么多年，我早就习惯了看别人的脸色，这些偏见和嘲讽已经伤不到我分毫了。大神官推门走进来，脸上挂着虚伪的笑容，说：“安娜小姐，看样子你气色还不错。”我礼貌地回了一句：“向您问候。”好了，现在请喝下这杯圣水，然后再伸手摸一下这个水晶球吧。这个所谓的仪式，其实是为了寻找传说中的圣女。据说圣女拥有神一般的力量，是能在危机时刻拯救国家的救世主。根据流传下来的预言，圣女会出现在公爵家族的后代中，但麻烦的是，没人知道她什么时候会出现，也没人知道她到底长什么样，所以这些神官才会每年都跑来，像例行公事一样对我进行这种所谓的审判。而且圣女还有一个最关键的特征，那就是她必须是未婚女性，这大概也是我被困在这里的原因。大神官看着我喝下圣水，指着面前的水晶球说：“好了，现在请把手放上去吧。”据说只有内心真正纯洁的人才能让这颗球产生感应，这种仪式简直就是白费力气，纯粹是在浪费时间，浪费金钱，浪费我仅剩的一点耐心。小时候我也曾幻想过自己就是那个圣女，甚至还会为此兴奋的睡不着觉，但那个满怀期待的小女孩早就死在了现实里。现在的我已经28岁了，在那些20岁就结婚的贵族眼里，我就是一个没人要的生活，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我像往常一样把手敷衍地搭在水晶球上，心里只想着这无聊的闹剧赶紧结束吧。可就在这一瞬间，原本死气沉沉的水晶球竟然爆发出了刺眼的蓝光，这是怎么回事？原本应该毫无反应的水晶球，此刻竟然亮得让人睁不开眼。我发誓，我绝对没有耍什么花招。事实上，现在最猛的人其实是我自己。这个仪式我从小看到大，不管是我的姐妹还是我自己，参加过多少次已经数不清了。但在我的记忆里，这颗球从来没有发出过哪怕一丁点光芒。大神官和随从们全看傻了，他们面面相觑，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最后，大神官颤颤巍巍地走过来，语气急促地说：“安娜小姐，请务必再试一次。”他必须确认这到底是一个奇迹，还是一个巨大的意外。我再次伸出手，这一次水晶球不再是简单的闪烁，而是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光芒。这股力量太耀眼了，甚至让我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暖。我知道，从这一刻起，一切都回不去了。几天之后，我在深夜收到了一封来自教会的紧急信件。我原本还在纳闷，这大半夜的到底出了什么天大的事，直到我拆开信封，上面赫然写着：公爵之女安娜正式被任命为刚任圣女。看着手里的任命书，我整个人都傻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一个被嫌弃的圣女，怎么可能突然变成圣女？与此同时，在灯火通明的皇宫深处，希尔维奥正看着桌上的情报，他轻声自言自语：“看来他们终于找到他了。”希尔维奥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意味深长的笑意，对他来说，这可不是什么意外，而是一场期待已久的重逢。他很清楚，从这一刻起，接下来的戏可就精彩了。安娜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然真的成了圣女，甚至还要和王子希尔维奥结婚。原本以为这只是个恶作剧，可白纸黑字的公文就在眼前，根本由不得他不信。更离谱的是，为了所谓的培养感情，他还得搬进王子的府邸同住。看着手里的婚约，他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就在安娜准备离开的时候，小雷特里奥找了过来，他舍不得这个唯一的姨妈，
虽然他是家族未来的继承人，但在安娜眼里，他也只是个5岁的孩子。安娜摸着他的头安慰说：“别难过，只是个没出息的姨妈走了而已。”在这个冷冰冰的家里，除了这个孩子，没人把安娜当成亲人看待。那些所谓的家人只会把她当成佣人使唤。这地方，他是一刻也不想多待了。在这个冷漠的家里，只有雷特里奥是不一样的。他从没把安娜当成佣人，而是真心实意的把她当成家人。看着孩子难过的样子，安娜温柔地安慰他：“又不是以后见不到了，别这么垂头丧气的。”可谁能想到，这小家伙竟然语出惊人。他说：“如果自己能快点长大，一定要把安娜娶回家。”安娜被这纯真的话逗笑了。虽然只是小孩子的玩笑，但在这离别的时刻，这确实是他听过最暖心的话了。告别了唯一的牵挂，安娜终于要踏出这扇大门，去迎接那个完全未知的未来。安娜的行李少得可怜，在这个家住了5年，她却只挤在巴掌大的佣人房里，连一件像样的东西都没有。收拾好最后一件护身符，安娜对这空荡荡的房间说了声谢谢。虽然在这里生活了很久，但她心里一点波澜都没有，因为这里从来就不是她的家。临走前，她最后一次叮嘱雷特里奥要快快长大，变得更强壮才行。看着孩子委屈的样子，安娜虽然有些不舍，但她知道自己必须离开了。她独自拎起箱子，头也不回地走在长廊上。这一步跨出去，她就再也不是那个任人欺负的女仆了。安娜还没走出大门，就被那个最不想见到的人拦住了。梅丽莎冷着脸质问：“马车都等半天了，你居然敢让我在这干等者？”这个女人从来没给过安娜好脸色，她当众嘲讽安娜说：“私生女的孩子果然没出息，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安娜心里很清楚，雷特里奥之所以在人前疏远她，全是因为害怕这个喜怒无常的母亲。多年来，梅丽莎命令家里所有人都必须把安内当下人使唤，谁要是敢对安娜好一点，就会遭到严厉的惩罚。面对这种羞辱，安娜只能低头道歉，称呼他为大人，因为在这个家里，她从来没有反抗的权利。但梅丽莎不知道，这已经是安娜最后一次对她低声下气了。梅丽莎显然是急了，她觉得和安娜这种圣货称姐道妹，简直是丢尽了脸，所以才拼命想找回场子。她指着安娜的鼻子骂，觉得安娜是在装模作样，心里肯定在偷偷嘲笑她。安娜只是平静地回了一句：“我从来没这么想过。”这句话彻底点燃了火药桶。梅丽莎开始口不择言，她说安娜能当上圣女纯属走运，甚至气急败坏地大喊：“连我都搞不定的王子，凭什么选你这种货色？”看着眼前这个近乎疯狂的女人，安娜心里一点波澜都没有。这些话听起来确实像诅咒，但已经伤不到她分毫了，因为在无数个绝望的瞬间，她的心早就已经彻底冷掉了。现在的她只想微笑着看这场闹剧收场，毕竟这大概是最后一次忍受这个女人的大小姐脾气了。梅丽莎越说越过分，指着安娜的鼻子骂，说：“私生女的孩子就是这副德行，只会装出一副清高的样子。”梅丽莎还在那喋喋不休，说这不过是一场政治联姻，你这种28岁的圣货根本不可能得到王子的爱。她甚至开始炫耀，说连自己这种大美女都没能拿下王子，像安娜这种阴沉又没魅力的女人，只会让王子感到失望。安娜看着眼前这个跳脚的女人，心里反而觉得轻松了，因为她很清楚，这是自己最后一次忍受这种毫无底线的羞辱了。面对这一连串的恶意攻击，安娜连反驳的欲望都没有，她只是平静地回了一句：“你说的对。”这一句话直接把梅丽莎后面想骂的话全给堵死了。这场婚姻说白了就是履行公事，根据王国的法律，只要圣女出现，就必须成为王子的合法妻子，不管有没有爱，规矩就是规矩，谁也没法改变。梅丽莎临走前还不忘补一刀，嘲笑安娜长得太寒酸，就算使出浑身解数，估计也勾引不到王子。安娜没反驳，因为她比谁都清楚自己即将面对的是什么。她的未婚夫希尔维奥是传闻中近乎完美的男人，光靠长相就能让人神魂颠倒，但他性格懒散，而且从来不笑。安娜提着行李，最后向梅丽莎保证自己会谨言慎行，绝不给家里惹麻烦。就在她独自穿过走廊，准备彻底离开这个家时，一种异样的感觉突然涌上心头。躲在柱子后面的是年幼的雷特里奥，看着他那副怯生生的样子，安娜心里一阵感慨，这孩子天真无邪，和那个刻薄的梅丽莎简直一点都不像。就在安娜准备彻底离开时，女仆竟然追了上来，还往她手里塞了一个蓝色礼盒。安娜有点懵，不明白这个女人又在耍什么花招。梅丽莎冷哼一声，说空着手去见王子太丢人。虽然安娜的存在本身就很失礼，但带个礼物总比没有强。她把这东西称为贡品，叮嘱安娜一定要亲手交给王子。梅丽莎特意叮嘱让安娜一定要撒谎，说这礼物是她亲手准备的，而且在见到王子之前绝对不准私自打开。安娜看着手中的礼盒，甚至有一瞬间在想，这难道是梅丽莎在用自己的方式维护家族体面？可梅丽莎马上就露出了真面目，她一脸嫌弃的催促安娜赶紧滚，说多看一眼都觉得烦。安娜这下彻底看清了，梅丽莎之所以一直把她留在身边，不过是为了通过贬低她来满足那点可怜的虚荣心。只要安娜过得卑微，梅丽莎就会觉得自己更高贵。随着马车的门缓缓关上，安娜知道这种寄人篱下的日子总算到头了。从这一刻起，她不再是谁的影子，也不再是任人摆布的仆人，她要以安娜的身份去抓住属于自己的幸福。离开那个家已经3天了，安娜终于回到了王都。虽然身份变了，但早起的习惯还是改不掉，毕竟以前当女仆的时候，她总是起的最早的那一个。算一算，已经有5年没回来了。当初因为一直没能嫁出去，只能跑去妹妹的领地干活。这次重新回来，一切都要重新开始了。马车停在了希尔维奥的宅邸前，安娜看着眼前华丽的庄园，
还没来得及感慨，车夫放下行李就直接开溜了。这下尴尬了，现在这个时间点根本没人会出来迎接他。安娜一个人站在大门口，看着远去的马车，心里还是觉得有点不真实，自己竟然真的要嫁给那位希尔维奥王子了。说起来，安娜和这位王子其实见过一面，那是5年前在学院的演奏会上，她当时才15岁，在那场可有可无的暖场表演里，只有那个小男孩一直在认真的看着她。不过这种陈年往事，估计人家早就忘干净了。安娜自嘲的笑了笑，打算趁着天早去附近转转。清晨的树林里鸟叫声特别响，甚至响得有点不正常，像是发生了什么急事。安娜顺着声音看过去，树丛后面好像有什么东西。树丛后面，一个女仆正拿着扫帚跟鸟群拼命，可她越赶，那些鸟就越兴奋。安娜在旁边看着，都替她焦急。这种场面她太熟悉了，以前当女仆的时候也没少被鸟欺负。要是现在能用点魔法就好了。可惜，虽然安娜顶着贵族和圣女的名号，但在魔法这件事上，她基本上就是个废柴。既然魔法指望不上，那就只能靠物理手段了。安娜从行李箱里翻了翻，总算找到了救命稻草。她举起手里的面包，大喊一声：“看这边！”安娜把手里的面包用力一扔，这招果然管用。刚才还发疯的鸟群立马跟着面包飞走了。死里逃生的女仆刚想道谢，结果一抬头，直接看呆了。她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女人。安娜被夸得有点不好意思，她指着周围的装饰问：“今天庄园是有什么喜事吗？”女仆一脸兴奋地解释，说是为了迎接未来的王妃，也就是那位传闻中的圣女。大家才忙着布置会场，谁能想到他们口中那位尊贵的正主现在就站在面前，还顺手帮他赶了个鸟。女仆拉着安娜的手谢个不停，完全没意识到眼前这位就是她口中的圣女大人。这也难怪。安娜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裙子，虽然这已经是她最体面的一件，但确实旧得不像话。女仆还在那儿美滋滋的念叨，说圣女大人看到这些布置一定会特别开心。安娜听得心里暖洋洋的，既然大家这么欢迎自己，那也没必要再瞒下去了。她优雅的行了个礼，微笑着说：“我就是安娜·利舒里尔，也就是你们在等的那个人。”这下轮到女仆傻眼了，大型掉马现场就在这一秒正式上演。女仆的一声尖叫打破了庄园的宁静，安娜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恭恭敬敬地请进了会客室。看着眼前这金碧辉煌的屋子，安娜坐立难安，这种被人当成大人物伺候的感觉，她实在是不习惯。就在她胡思乱想的时候，门外传来了沉稳的脚步声，一个充满磁性的声音响起：“抱歉让你久等了，圣女大人。”门被推开，一个金发蓝眼的男人走了进来，他举手投足间都透着高贵，正是西里奥王国的第一王子希尔维奥。他直勾勾地盯着安娜，语气里带着一丝玩味：“我是该叫你圣女，还是叫你安娜·利舒里尔小姐？”安娜盯着眼前的男人，心里暗暗感叹：传闻果然没骗人，希尔维奥王子的颜值简直比小时候还要耀眼。就在他刚准备正式行礼时，一个毛茸茸的身影突然窜了出来，安娜吓了一跳。希尔维奥赶紧解释这是他的猫米奇。希尔维奥动作温柔地一把抱起了米奇，他说这小家伙之前在花园受了伤，这段时间一直是他在照顾。希尔维奥一边摸着猫，一边微笑着问安娜：“你平时也喜欢猫吗？”安娜紧绷的神经终于松了下来，她想起以前在花园里也经常和这些小生灵作伴，看来这位高冷的王子私底下其实是个温柔的猫奴。两人的距离因为这只猫瞬间拉近了不少。安娜在心里不停地提醒自己，现在身份不同了，绝对不能提以前当仆人的那些事，必须得把圣女的架子端稳了。为了表示礼貌，她特意准备了一份见面礼。希尔维奥王子客气地接过盒子，看起来对这份礼物还挺期待。可就在他拆开丝带，打开盒盖的那一瞬间，意外发生了，一道刺眼的白光毫无预兆的从盒子里喷涌而出，整个房间瞬间被强光吞没。希尔维奥被晃得根本睁不开眼，忍不住大喊：“这到底是什么东西？”谁能想到这盒子里装的竟然不是礼物，而是扑面出来的浓烟。希尔维奥完全没防备，这下场面彻底失控了。安娜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被梅丽莎给坑了。那个女人故意交代不能提前拆开，就是为了让她在王子面前丢尽脸面。这下麻烦大了，原本想讨好王子，结果却变成了一场闹剧。安娜赶紧冲上前，现在解释还来得及吗？听到动静的卡洛斯冲了进来，赶紧让人把窗户全部打开，生怕这烟雾里有什么毒素。确认两人都没事后，卡洛斯的神情严肃了起来，他必须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安娜自责到了极点，刚准备开口承认是自己的错，没想到希尔维奥抢先了一步，他一把将安娜护在身后，笑着说这只是他准备的小惊喜。谁都看得出来，王子这是在故意帮他背锅。安娜整个人都愣住了，她完全想不通，这位高贵的王子为什么要帮自己打掩护？明明两人才刚见面，按理说他应该大发雷霆才对。毕竟在安娜看来，自己只是个过了年纪的落魄贵族，如果因为这种低级错误被退婚，那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可希尔维奥却选择了最温柔的方式。一旁的卡洛斯可没那么好糊弄，他开始不停地数落王子，觉得在迎接未来王妃的这种大事上玩这种恶作剧简直太荒唐了。希尔维奥却只是没心没肺地笑着，完全没把管家的教训当回事，甚至还理直气壮地表示，在自己家里就要由着他的性子来。看着王子这副随性的样子，安娜心里更乱了，这个男人到底是在演戏，还是真的不在乎那些繁文缛节？烟雾好不容易散去，安娜却发现更糟糕的是，王子的猫米奇不见了。这下屋子里彻底乱套了。希尔维奥王子倒是很淡定，他安慰说猫只是被吓到了，这种事以前也发生过，让安娜千万别往心里去。
可安娜根本没法原谅自己，她觉得全是那份礼物惹的祸，甚至直接弯下腰，不停地向王子道歉。谁知希尔维奥不仅没生气，反而笑着给了他一个台阶下。他说那些饼干味道真的很棒，让他这个圣女大人放宽心。看着王子这副温柔的样子，安娜心里更不是滋味了。这种被无条件包容的感觉，反而让她更加不知所措。安娜现在满脑子都是愧疚，因为自己的失误，让她在陌生的皇宫里走丢了。她心里很清楚，要是换个脾气差的主子，这种惊扰圣家的罪名，恐怕都要掉脑袋了。更别提米奇胆子那么小，现在肯定吓坏了。万一他跑出了庄园，在外面遇到什么危险，那后果简直不敢想象。安娜越想越坐不住，不行，绝对不能在这里坐以待毙。她顾不上什么皇室礼仪了，大喊一声要去把猫找回来，转身就往门外冲。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把希尔维奥和卡洛斯都看愣了，堂堂圣女居然就这么跑了。安娜像只没头苍蝇一样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四处乱撞，她一遍又一遍呼喊着米奇的名字，可除了回声什么都没有听到。她现在后悔的要命，虽然妹妹梅丽莎确实心狠手辣，但如果自己送礼前能仔细检查一下，事情也不至于闹成这样。说到底还是自己太粗心了。安娜心里很清楚，这场恶作剧里最无辜的就是米奇，自己丢点面子倒没什么，可小猫哪见过这种大场面，现在肯定躲在哪个角落里遭罪。一想到米奇正缩在黑暗中发抖，安娜就心疼的不行。她必须赶在出事前找到他，绝对不能让他独自面对恐惧。而此时的米奇正蜷缩在冰冷的阴影里，他一动也不敢动，眼神里全是无助和惊恐。安娜现在已经彻底豁出去了，只要能把米奇找回来，什么圣女的身份，甚至是回到那个可怕的妹妹身边，她通通都不在乎了。就在她心急如焚的时候，身体里突然涌出一股熟悉的力量，这光芒和圣女仪式上的一模一样，它不再是沉重的负担，反而成了她最后的救命稻草。安娜愣愣地看着双手，这股光芒像是在回应她的祈求。在虚幻的景象中，她竟然清晰地看到了米奇的身影。他就在今天早上去过的花园附近，虽然不知道为什么力量会突然觉醒，但现在已经没时间多想了。安娜立刻锁定了方向，米奇，等我马上就过去接你。虽然刚才那种感应很玄乎，安娜自己也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但现在已经顾不上逻辑了，她必须亲自去确认一眼。顺着那股神秘力量的指引，她一路小跑来到了花园。就在那片熟悉的红花绿草间，一个熟悉的小身影映入眼帘，米奇居然真的在这里。他正缩在草丛里一动不动，身上还粘着几片乱糟糟的叶子，看起来既狼狈又可怜。安娜蹲下身子，温柔地招呼他过来，轻声安慰他已经没事了，不用再害怕那些陌生的人和事。看着米奇乖乖钻进自己怀里，安娜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这只心头肉要是真丢了，她这辈子恐怕都无法原谅自己。谢天谢地，一切都还来得及，仅仅靠着祈祷就能瞬间锁定一个人的位置，这种魔法简直闻所未闻。更离谱的是，她刚才甚至连一句咒语都没念。安娜抱着失而复得的米奇，心里却掀起了惊涛骇浪。难道说真的是因为刚才那拼命的祈求，才让体内的圣女魔力彻底觉醒了？这种不需要媒介就能施展的力量。可安娜还没来得及理清头绪，不远处的希尔维奥王子已经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他看着沐浴在微光中的安娜，心里也泛起了嘀咕：难道真的是祈祷起了作用？圣女的力量竟然在这时候觉醒了？还没等安娜反应过来，米奇就主动钻进了她怀里。希尔维奥也很纳闷，平时这猫见人就躲，今天怎么跟变了只猫似的？他刚想伸手把猫接回来，结果这小家伙一点面子都不给，直接对着亲主人哈气。希尔维奥这下彻底看呆了，仅仅见了一面，米奇居然就被安娜给收服了。安娜还在为刚才的意外不停道歉，不仅惊动了王子，还差点让怀里的米奇也跟着遭殃。希尔维奥却表现得非常大度，他没有半点责怪的意思。安娜反问了一个问题：刚才那种情况，你为什么要先保护我？希尔维奥语气平静地揭开了真相：那个冒烟的礼物根本就不是你自愿送的吧？安娜这下彻底懵了，她怎么会知道的这么清楚？结果希尔维奥的理由让人心里一酸，他说：看看你这身洗得发旧的裙子，再看看那个崭新的礼物盒，这根本就不是你会买的东西。希尔维奥接下来的话让安娜彻底愣住了，原来他早就听说安娜早上帮过女仆，在他眼里这么善良的人绝不会是凶手。他甚至还开了个玩笑，说既然米奇这么喜欢安娜，那安娜肯定是个大好人。看着希尔维奥灿烂的笑容，安娜在心里感叹，这个男人不仅长得无可挑剔，连内心都像发着光一样。可气氛很快就变得严肃起来，希尔维奥收起笑意，问出了那个最关键的问题：到底是谁在背后陷害你？安娜沉默了片刻，还是说出了那个名字，是我的妹妹梅丽莎。听到这个名字，希尔维奥的眼神瞬间深沉了许多，原来他们不仅认识，甚至还有过一段不为人知的过去。希尔维奥一针见血，梅丽莎之所以这么做，全是因为嫉妒安娜未来的王妃身份。他回想起梅丽莎以前的种种劣迹，语气变得越来越冰冷，敢对自己的未婚妻下手，仅仅是停职惩罚，在他看来实在是太便宜对方了。就在希尔维奥盘算着要如何加重刑罚时，安娜却突然忍不住笑出了声。这下轮到希尔维奥懵了，难道自己刚才说的话很幽默吗？安娜一边笑着一边感慨，传闻中这位王子冷酷无情，可现在看来他分明是个极其护短的人。原本沉重的心情因为这份意外的偏袒一下子变得轻松了许多。聊着聊着，希尔维奥突然单膝跪地，这一下把安娜吓得够呛，赶紧提醒他衣服会弄脏的。可希尔维奥根本不在乎这些，他郑重地牵起安娜的手，
正式欢迎他加入西里奥家族，还感叹能迎来这么善良的未婚妻，真是他的福气。紧接着，希尔维奥轻轻吻了一下安娜的手背，表示非常期待接下来的生活。这一套皇室礼节下来，安娜整个人都看呆了。就在两人准备离开花园时，希尔维奥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转过头轻声问了一句：“你还记得吗？很久以前在那场音乐会上，我们其实早就见过了。”安娜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原来多年前的那场演奏，希尔维奥竟然一直记到现在。希尔维奥直勾勾地看着安娜，说那时的琴声比任何人都动人，甚至直言不讳地夸奖当年的安奈比在场所有人都漂亮。安娜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她甚至怀疑希尔维奥是不是记错了，毕竟在大家眼里，妹妹梅丽莎才是那个更出众的人。可希尔维奥却非常坚定地摇了摇头，他说自己绝不会认错，而且现在的安娜和当年一样美。这番话听得安娜心里乱糟糟的，她以为这只是王子的客套话，可对方接下来的话却让气氛变得更加暧昧。原来这些年希尔维奥一直想再见到她，甚至总在打听她的近况，他怎么也没想到当年的那个女孩最后竟然真的成了他的未婚妻。希尔维奥深情地看着安娜，说出了一句让所有人都心跳加速的话：只要是为了你，他愿意付出自己的一切。安娜整个人都愣住了，这种被捧在手心里的感觉对她来说实在是太陌生了，甚至让她感到有些不知所措。在来到这里之前，安娜从没奢望过自己会被人爱着，她一直以为这不过是一场冷冰冰的政治联姻。脑海中又浮现出梅丽莎那张阴险的脸，对方曾恶狠狠地诅咒她，说她这种人这辈子都别想得到真正的爱情。安娜曾一度相信了那些鬼话，觉得自己只是个多余的牺牲品。可现在，眼前的这个男人却像一束光，彻底照亮了她灰暗的世界。这一刻，安娜终于意识到，哪怕是像她这样卑微的人，或许也有资格去抓住那份属于自己的幸福。这个世界上，或许根本没有什么迟来的春天，只要那个人出现了，一切就都还来得及。看着近在咫尺的希尔维奥，安娜第一次开始怀疑，自己真的可以期待那样的未来吗？希尔维奥温柔地托起她的下巴，两人的距离越来越近，近到能看清对方眼里的深情。清晨的阳光洒进大厅，安娜早早就守在餐桌前，显然她对这顿早餐期待已久。希尔维奥推门而入，笑着打了个招呼：“早安，安娜小姐，看来你已经等了挺长时间了。”安娜有些不好意思，赶紧解释说：“抱歉，我不是因为嘴馋才等在这里的。”希尔维奥坐到她对面，语气温柔：“没关系，其实我也一直在期待。”看着眼前这个体贴的男人，安娜心里暖暖的。这位王子真的比想象中还要温柔。在希尔维奥王子的庄园住了一阵子，虽然这里环境好的没话说，可安内的身体却始终没法适应这种贵族生活。就在今天清晨，她又从那个噩梦里惊醒了，梦里全是以前当女仆的日子，没完没了的打扫，还有处理不完的琐事。这些记忆就像刻在骨子里一样，哪怕现在睡得再晚，只要太阳一冒头，她就会准时睁开眼。这种劳碌命的习惯，真不是一两天就能改掉的。看着窗外还没亮透的天，她总觉得该找点活干才踏实。安娜本来想去帮女仆们打扫，可转念一想，自己现在的身份要是去拿扫帚，恐怕会把大家吓个半死。结果她只能在那闲得发慌，足足发了半个钟头的呆，直到希尔维奥走过来问：“安娜小姐，你没事吧？是不是饿了？”安娜赶紧挺直腰板，有些局促地回答说自己没事，其实她只是还没习惯这种被人伺候的日子。就在这时，女仆们推着餐车走了进来，早餐准时送达。看着桌上这满满当当的大餐，安娜整个人都愣住了。这种阵仗，她以前真是想都不敢想。看着满桌子的山珍海味，安娜整个人都看呆了。这顿早餐的豪华程度，简直超出了她的想象。希尔维奥在一旁热情介绍，从大厨亲手烤的面包到精挑细选的火腿和奶酪，恨不得把所有好东西都塞给他。面对王子那灿烂的笑容，安娜根本没法拒绝，只能一边道谢一边努力开动。希尔维奥看他吃得开心，不仅没有停手的意思，反而更起劲了，又是推荐自家做的香肠，又是吩咐女仆赶紧续上面包。安娜看着盘子里越堆越高的食物，心里开始犯愁。虽然味道确实没得说，可这分量实在是太惊人了。这位王子的热情简直比这一桌子菜还要沉重，再这么吃下去，肚子恐怕真的要撑爆了。安娜看着女仆又递过来的面包，心里已经在疯狂求饶了，肚子都要撑爆了，可她根本不敢开口拒绝，哪怕已经到了极限，她还是强迫自己一口口往下咽，因为在她的潜意识里，浪费食物简直就是一种罪过。结果身体终于抗议了，那种翻江倒海的难受劲让她差点在希尔维奥面前失态。就在这一刻，那种骨子里的自卑感又冒了出来，她觉得自己这种身份根本不配坐在这里享受大餐，或许只配躲在角落吃点剩饭。这种压抑的感觉让她喘不过气，直到猛地睁开眼，她才发现自己正躺在床上。原来刚才那一切只是一场让人心累的噩梦，可那种局促不安的感觉却真实的让人害怕。安娜刚睁开眼，就看到希尔维奥守在床边，她一脸紧张地凑过来，总算松了一口气。安娜想起刚才晕倒的事，尴尬的想找个地缝钻进去，赶紧开口道歉，可希尔维奥却先一步握住了她的手。他满脸自责地说：“安娜小姐，真的很抱歉，我只是太高兴能和你一起吃饭，结果却逼你吃的太多了。医生说突然吃这么多，胃根本受不了。”希尔维奥越说越愧疚，觉得是自己害安娜遭了罪。安娜听得心里暖暖的，其实她只是不想辜负王子的好意，才硬着头皮往下咽，没想到对方竟然这么在意。希尔维奥温柔地看着她：“只要你平安醒过来就好，现在身体
还有哪里不舒服吗？头晕不晕？想不想吐？面对这一连串的关心，安娜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种被人捧在手心里的感觉，让她有些不知所措。安娜心里很不是滋味，明明刚才拒绝了他的好意，甚至还因为吃撑了闹出笑话，可希尔维奥一点都没生气，他还是那样轻声细语，生怕安娜还有哪里不舒服。这种无微不至的温柔，让安娜彻底愣住了。希尔维奥紧张地凑过来，反复确认他是不是真的没事，那副担心的样子根本不像是在演戏。安娜看着眼前的男人，心里那道防线开始松动了。她轻声解释说自己真的很好，不用再为他这么担心。希尔维奥听完这才定住神，目不转睛地看着他。这一刻，空气里好像多了些说不清的情绪。安娜第一次感觉到，原来被人这样全心全意地护着是这种滋味。安娜看着眼前的男人，心里忍不住感叹，他这人真挺不错的，甚至让她产生了一种冲动。如果可以的话，她真的很想多了解了解他，看看这个温柔的王子到底还有多少他不知道的一面。想到这，安娜终于鼓起了勇气，她轻声唤着希尔维奥的名字，打破了两人之间的沉默。安娜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叫住了希尔维奥，说有个不情之请。谁能想到，他竟然主动提出以后每天都要一起吃早餐。这直球打的让这位王子当场就愣住了，半天没反应过来。就在他想问个清楚的时候，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几个女仆急匆匆地闯进来，这一场浪漫的谈话算是彻底被打断了。女仆们因为昨天的失礼，正忙着跟安娜道歉，生怕这位大小姐受了委屈。安娜倒是一点没生气，反而觉得大家这么关心她，心里暖洋洋的。这下大家彻底聊开了，女仆们围着她问东问西，恨不得把她爱吃的东西全记下来。转眼到了第二天，安娜特意吸取了昨天的教训，掐着点来到餐厅。本以为这次时间刚刚好，结果推开门一看，希尔维奥竟然早就坐在那等她了。安娜本以为自己够早了，没想到希尔维奥已经在等她，甚至还主动帮她拉开了椅子。这突如其来的绅士举动，让她一时间有点受宠若惊。紧接着，女仆们送上了早餐。安娜低头一看，发现今天的菜色跟平时完全不同，全是清淡爽口的蔬菜。原来是大家考虑到她的身体状况，特意调整了食谱。最让她没想到的是，这竟然是希尔维奥亲自交代的。看来这位王子远比她想象中还要细心。希尔维奥一眼就看出来，安娜因为长期营养不良，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所以才特意安排了这些清淡的食物。听着这些体贴的话，安娜心里五味杂陈。回想起以前在老家，连吃顿饱饭都是奢侈，只有雷特里奥偶尔送来的甜点算是她生活里唯一的慰藉，所以她最见不得浪费食物。可现在的身体确实不争气。安娜看着满桌的素食，心里开始过意不去了，觉得自己身体若是自己的事，没理由让王子也跟着吃这些。她犹豫再三，还是问出了口，担心这些简单的菜色会让待会还要处理公务的希尔维奥根本吃不饱。希尔维奥笑着摆摆手，说他平时零食吃得多，让安娜千万别有压力。可安娜心里还是过意不去，总觉得这位高贵的王子是为了迁就她的胃口，才不得不跟着吃这些清汤寡水。看着安娜一脸愧疚的道歉，希尔维奥反而温柔的笑了。他说，比起一个人吃大餐，两个人分享同样的食物，味道反而会变得更好。这根本不是什么迁就，而是他自己想这么做，所以安娜完全不需要道歉。这一番话说的安娜心里暖洋洋的，她看着眼前这个温柔的男人，想起他曾经给过的承诺，庆幸自己真的遇到了对的人。在安娜眼里，希尔维奥简直是善良的代名词，不仅年轻谦逊，还处处为别人着想，好的甚至让她觉得有些不真实。希尔维奥主动打破沉默，问她今天的菜色还合不合胃口。安娜指了指那盘奶油菠菜，说自己特别喜欢这一道。没想到两人的口味竟然出奇一致，希尔维奥当即决定明天让厨房再准备一次，只要安娜喜欢就好。看着安娜终于露出了笑容，希尔维奥悬着的心也算落了地。他忙活了这么多，其实就是为了这一刻。安娜坐在餐桌前，听着对方温柔的话语，心里感慨万千。这种能和人坐在一起分享美食，甚至讨论明天吃什么的日常，在不久前还是她连想都不敢想的奢望。以前的安娜总是独自躲在昏暗的角落，机械的往胃里塞着那些仅够维持生命的食物，那样的日子甚至根本称不上是在吃饭，只是为了活下去而已。可现在能像这样和某个人坐在一起，面对面分享美食，这种曾经觉得微不足道的小事，因为有了希尔维奥的陪伴，才让她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原来平凡的日常竟然能让人这么幸福。安娜怎么也没想到，这种梦寐以求的优雅生活，竟然让她浑身不自在。以前当女仆的时候，这时候都在忙着打扫，现在突然闲下来，反而觉得心里发虚。就在这时，希尔维奥带来了一个消息，婚礼定在1个月后，但见家长的计划的推迟了，因为国王的身体突然恶化。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让安娜准备订婚仪式，还有最关键的一项圣女训练。这下安娜彻底没法闲着了。希尔维奥安慰她说，现在不用担心太多，只要安心适应这里的生活就好。可安娜根本坐不住，所谓的圣女训练到底要干什么？她决定翻翻书找找答案。没想到这一番竟然让她找到了前任圣女的记录，上面记载的能力简直像神迹，能让枯木逢春，还能让物体凭空漂浮。安娜突然反应过来，这种力量自己之前找猫的时候好像也用过，难道那次不是巧合？自己体内真的藏着圣女的力量？可为什么在那之后，这股力量就再也没出现过？安娜看褶书上的咒语，心里直打鼓。上次救猫的时候根本没念咒，要是现在乱试，万一失控了，可就麻烦了。她想起希尔维奥的叮嘱，还是决定先听他的话，把书收起来，打算在府邸里随便转转。
可还没走多远，他就听到两个女仆在小声嘀咕，说府邸里的东西坏得太厉害，根本没法修补，而且现在连干活的人手都不够。安娜觉得有点奇怪，这么华丽的宫殿，怎么会连补个衣服的人都没有？她忍不住上前问了一句，结果把那两个女仆吓得魂都快飞了。安娜本来只是想随便逛逛，结果一眼就看到女仆手里那件破损的礼服竟然是希尔维奥王子的。女仆们吓得赶紧解释，说是收衣服的时候不小心挂坏了，还说王子平时特别节省，这件衣服已经穿了很多次。安娜听完心里咯噔一下，在她的认知里，贵族为了显摆权力和财富，这种正式礼服通常只穿一次。可希尔维奥作为未来的国王，竟然会反复穿同一件旧衣服，这完全不符合皇室的排场。看来这位王子的处境远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风光，他到底在隐瞒什么？女仆们吓得连连道歉，觉得这种缝缝补补的粗活哪能让尊贵的安娜小姐动手。安娜却一点架子都没有，笑着伸手把衣服要了过来，说只要补好就还能穿。女仆们还是不敢答应，万一安娜伤到手，他们可没法跟王子交代。安娜自信地说，不用担心，我上次被针扎到还是5年前的事。谁能想到这位看起来娇滴滴的大小姐一拿起针线简直像变了个人，那手速快得都要出残影了。旁边的女仆直接看傻了眼，这哪是圣女啊，这简直是顶级的裁缝大师。女仆看着补好的礼服，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还以为这是什么圣女的奇迹。安娜赶紧摆手说，没那么夸张，其实这哪是什么魔法，全是她以前当仆人的时候被梅丽莎逼着干杂活练出来的。那时候她不仅要修补堆成山的衣服，还得给年幼的雷特里奥做玩偶，这些苦日子反而让她练就了一身本领。就在她想帮女仆分担更多家务时，大厅那边突然传来了尖叫声，说出大事了。安娜跑过去一看，好家伙，大厅里全是猫，花盆碎了一地，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脚印。女仆急得都要哭了，说这些猫偶尔就会来捣乱。结果一转头，安娜竟然已经换好了女仆装，拿着扫帚准备开干了。女仆们一边干活一边感叹，说希尔维奥王子平时对猫很宽容，肯定不会因为这点小事责怪他们，但让安娜小姐跟着一起打扫，他们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安娜却一点都不在意，笑着说自己是闲不住，只要能帮上忙就特别开心。女仆们听完感动的不行，甚至觉得安娜太客气了，完全没必要对他们用敬语。就在大家聊得正起劲时，楼梯上方突然传来一声尖叫，有人脚下一滑，整个人直接从台阶上栽了下来。安娜猛地回头，这要是摔实了可不是闹着玩的，到底是谁这么不小心？眼看女仆就要摔个半死，安娜顾不上隐藏身份，立刻伸出双手开始祈祷，请求神赐予漂浮的力量。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一道圣洁的光芒瞬间炸开，稳稳地拖住了下坠的女仆。女仆整个人悬在半空中，直接被这神迹给吓懵了，直到安全落地都没反应过来。安娜这才松了一口气，看来关键时刻圣女的本事还没丢。围观的女仆们全都看呆了，这下她们终于亲眼见识到什么叫做真正的圣女力量，纷纷围上来不停的道谢。安娜刚安慰完被救的女仆，突然感到一阵天旋地转，整个人直接瘫倒了下去。原来这种圣女的魔法本质上就是一种祈祷，内心的愿望越强烈，消耗的精力就越恐怖。等她再次睁开眼睛，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床上。卡洛斯低声说，你终于醒了。看这架势，安娜立刻认出了他的身份，这位就是王子身边最信任的近臣。卡洛斯一脸严肃说，要是安娜出了什么意外，那事情可就真麻烦了。安娜只觉得浑身没力气，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结果卡洛斯话锋一转，说这恐怕都要怪那个小家伙。就在这时，熟悉的身影跳了出来，竟然是米奇。安娜醒来第一件事竟然是担心别的女仆有没有受伤，完全没意识到自己现在的处境。卡洛斯语气冰冷地提醒她，别忘了你现在可是圣女。安娜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这副打扮确实不合适，只能乖乖点头认错。穿着这身女仆装到处乱跑，简直是胡闹，更别提还那样透支自己的魔力。可卡洛斯接下来的话让气氛瞬间变得更加凝重。安娜小姐，你给我听好了。卡洛斯还在那滔滔不绝，说圣女就要有圣女的样子，必须成为所有人的榜样。安娜听得一愣一愣的，心想这家伙说起教来简直跟训斥王子时一模一样。就在这时，大门突然被猛地推开，把一旁的米奇吓得魂都没了，一溜烟钻到了床底下。卡洛斯倒是很淡定，说王子殿下今天回来的真够早。希尔维奥大步走进来，还没等安娜反应过来，他竟然直接瘫倒在桌边，一副精疲力竭的样子。这下轮到安娜懵了，这位高贵的王子殿下到底是怎么了？希尔维奥看着安娜，说自己刚才真是担心坏了，直到亲眼确认她没事才松了口气。原来是卡洛斯派人送了信，他一听说安娜出事，哪怕正忙着皇室的正事，也1秒钟都坐不住了。安娜看着他这副样子，心里直犯嘀咕，他不是应该在参加重要的公务吗？希尔维奥却摆摆手，说那些都不重要，他甚至连衣服都顾不上换，就这么急匆匆地赶了回来。看着他还没干透的汗水，安娜终于意识到，这位王子殿下竟然是为了自己一路跑回来的。安娜心里很清楚，虽然两人有着婚约，但现在还没什么感情基础，她总觉得自己是个麻烦，只会给这位王子殿下添乱。正想着要不要开口道歉，希尔维奥却看出了他的心思，轻声问他在想什么。安娜犹豫再三，还是决定说出心里话，谢谢你这么担心我，你能为我赶回来，我真的很开心。听到这句话，希尔维奥脸上露出了温柔的笑意，只要能听到你这么说，刚才那一顿奔波就全值了。安娜坐在床边，心里暖洋洋的，这种被人全心全意担心的感觉，哪怕没有别的意思，也足够让她满足了。
希尔维奥突然提起了正事，说卡洛斯都跟他汇报了，安娜为了救那些女仆，竟然不计后果的消耗魔力。安娜赶紧低头认错，保证以后再也不乱来了，绝对不会再随便给人添麻烦。谁知道希尔维奥根本没生气，反而温柔地看着他，说：“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吧。其实我才应该谢谢你救了大家。”这话一出，旁边的卡洛斯直接听不下去了：“殿下，你这哪是讲道理，这分明是在无底线纵容啊！”希尔维奥一脸认真地告诉安娜：“以后你想怎么折腾都行，只要别把自己累坏了，不管出什么事，我都会第一时间赶回来。”他转头问旁边的卡洛斯：“我这么安排，你没意见吧？”卡洛斯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反正我说什么你也不听，随你便吧。”搞定了管家，希尔维奥轻轻握住安娜的手，语气温柔的不像话：“别再把自己当外人了。”希尔维奥温柔地说：“安娜小姐，放轻松一点，以后这里也是你的家。”安娜点了点头，既然他都这么说了，那就试着去接受吧。希尔维奥起身后说：“我先去换件衣服，咱们晚餐见。”他叫上管家卡洛斯，直接转身离开。只是谁也没注意到，卡洛斯最后的那个眼神似乎并不简单。希尔维奥笑了笑，没说话。其实卡洛斯照顾了他快20年，名义上是管家，实际上更像是他的监护人。卡洛斯忍不住开口：“殿下，您对那位小姐是不是有点太纵容了？”这么多年来，卡洛斯的唠叨虽然烦人，但每次说的都在点子上。希尔维奥也从不介意，但唯独这一次，他不想再听卡洛斯的建议了。希尔维奥语气坚定：“不，现在这样就很好。”这下轮到卡洛斯懵了，他完全想不通，一向理智的殿下这次为什么会如此反常？卡洛斯还是不放心，让圣女干活也就算乐，万一她用了魔法之后身体撑不住倒下了怎么办？希尔维奥却很淡定，他相信安娜会有分寸，还特意叮嘱卡洛斯平时多留心盯着点。但在希尔维奥眼里，安娜身上藏着太多秘密，她根本不像名门闺秀，反而像是一直在躲避什么。虽然安娜极力掩饰，但那种长期被打压，甚至连要求都不敢提的卑微是藏不住的。希尔维奥心里清楚，安娜之所以变成这样，全是因为他那个妹妹梅丽莎。卡洛斯听得一愣一愣的，希尔维奥却最后补了一句：“在我看来，她只是一个想自立的女人，这难道也有错吗？”希尔维奥若有所思，他总觉得安娜从踏进这里的第一天起，就在刻意隐藏真实的自己。他把自己困在圣女的角色里，拼命去满足所有人的期待，哪怕那根本不是他想要的。卡洛斯推了推眼镜：“您是说安娜小姐一直在演戏？”希尔维奥叹了口气：“在外面演也就算乐，可他连回了家都不敢放松，这种日子光是想想都觉得累。既然他现在好不容易愿意露出一丁点真心，我就绝不能让他再缩回那个胆小的壳里去。”希尔维奥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安娜时的样子，那时候他正在弹琴。说实话，如果只看弹琴的技术，安娜并不是最出色的，甚至她的兄弟姐妹弹得更标准。但不知道为什么，唯独她的琴声像是直接钻进了希尔维奥的心里。希尔维奥忍不住跑过去：“安娜小姐，你弹得真的太棒了。”安娜停下动作，礼貌地回了一礼：“谢谢您的夸奖，希尔维奥王子。”那一刻，她的声音温柔却有力量。希尔维奥彻底愣住了。现在回想起来，那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初恋吧。从那天起，希尔维奥就陷进去了。他从未对任何女人有过这种特殊的感觉，他只希望安娜能永远保持初见时的样子，至少在他面前，他可以不用演戏，安安静静地做回他自己。画面一转，卡洛斯一边帮王子换衣服，一边忍不住吐槽：“您这么护着那位安娜小姐，该不会是因为她长得像您养的那只猫吧？”希尔维奥笑了笑，虽然嘴上说着不是，但心里也承认，他们确实在某些地方挺像的。他让卡洛斯别瞎操心。卡洛斯无奈地叹了口气，觉得自家王子性格真是越来越古怪了。希尔维奥没反驳，随你怎么说吧，只要他自己心里清楚，这份感情到底有多重。希尔维奥叮嘱卡洛斯：“我不在的这段时间，安娜小姐就交给你照顾了。”卡洛斯微微低头，语气一如既往的冷静：“明白了。”虽然这家伙性格有点古怪，但希尔维奥心里清楚，只要是卡洛斯答应的事，就绝对出不了差错。希尔维奥独自走在长廊上，他不在乎别人怎么议论，也不在乎两人之间隔了多少年。对他来说，安娜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特别、最无可替代的人，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事实。这一步踏出去，他已经做好了守护她一辈子的准备。希尔维奥看着安娜，语气里满是宠溺：“安娜小姐，请随心所欲一点，无论给我添多少麻烦，我都非常欢迎。”安娜整个人都愣住了，这种话已经多久没有人对她讲过了？她看着眼前这个男人，甚至有点不敢相信，他竟然比自己还要小4岁。回到房间，安娜把自己扔在床上，脑子里全是刚才的画面。她无奈地发现，面对希尔维奥王子，自己根本就招架不住。谁能想到，安娜明明是宅邸的主人，居然在大清早就跟着女仆们一起打扫卫生。安娜笑着对同伴说：“正门这边交给我，你去忙后院吧。”其实这都怪希尔维奥王子，他之前温柔的承诺，让安娜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想干嘛就干嘛。结果倒好，安娜直接把这话当成了干活许可，第二天就挽起袖子，干得比谁都起劲。这下不仅是正门，连家里的每一个角落，她都要亲手打扫干净才行。除了打扫卫生，安娜还给自己找了个新挑战，那就是练习书里记载的能让植物起死回生的魔法。她独自来到花园，闭上眼虔诚的祈祷，希望神能把那股神圣的力量借到她的手中。随着一道蓝光在指尖汇聚，奇迹真的发生了。原本已经枯萎垂下的花朵，
竟然在水汽的滋润下重新挺直了腰。看着满园再次绽放的生机，安娜这才敢相信自己真的掌握了这种不可思议的力量。这圣水的效果简直绝了，不仅能救活花草，连家里的女仆们喝了之后都觉得皮肤变亮了，甚至连看东西都清楚了不少。安娜心里盘算着，虽然这水不能让人一下子变年轻，但如果自己能练得更熟练，以后肯定能帮上希尔维奥王子的忙。可想着想着，她又开始自我怀疑，怎么3句不离王子，自己到底是怎么了？她实在想不通，像希尔维奥那样高贵的人，为什么偏偏对自己这么温柔？难道这背后还有什么别的理由？就在她想得入神时，身后突然传来了动静。原来是管家卡洛斯，他恭敬地告诉安娜，希尔维奥王子已经回来了，天色不早，该收工去吃晚饭了。安娜心里咯噔一下，刚才那些关于王子的胡思乱想，该不会全被他听见了吧？她试探着问卡洛斯，刚才有没有听到什么奇怪的话？结果这位管家头也不回，一脸淡定地装起了糊涂。看着卡洛斯那副公事公办的样子，安娜简直要抓狂了，这种模棱两可的反应反而让她更尴尬了。晚餐桌上，希尔维奥王子像往常一样温柔地询问安娜今天过得怎么样。听说她练习了魔法，王子顺势提到了正事。他说圣女的力量非常特殊，光靠自学很快就会碰到天花板。为了能精准控制这股力量，安娜必须得去参加正式的课程了。安娜听完深有感触，毕竟今天她只是想随便练练，结果一不小心就让整个花园的花全开了。看来这股力量确实不好对付。她乖巧地答应了王子的安排，准备迎接几天后的正式挑战。安娜本想趁着还没上课，多花点时间练习控制力量。可还没等他开始，走廊尽头就传来了激烈的争吵声。几个女仆正拼命拦着一个女人，对方却嚣张的不行，根本没把这些下人放在眼里，甚至还大声嚷嚷着要见见自己以前的那个仆人。安娜一听这声音，心里就有了不好的预感。等她赶到现场一看，果然是那个最不想见到的人。梅丽莎穿着一身红裙，正不可一世地站在那里，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安娜的前主人，来看一眼是理所应当。两人四目相对，空气里全是火药味。这个消失已久的噩梦，竟然直接找上门来了。梅丽莎一见面就跟疯了一样，把所有的痛苦全怪在安娜头上，甚至还把一份公文狠狠摔了过去，非要安娜承认这一切都是她的错。安娜捡起那份文件一看，原来是梅丽莎因为之前的烟雾弹事件被判处了1个月的禁闭和巨额罚款。这下她终于明白对方为什么气急败坏了。安娜冷静地反问，明明是你自己准备的恶作剧，为什么要对皇室做出这种事？这一句话直接戳中了梅丽莎的痛处。梅丽莎彻底破防了，她疯狂叫嚣着自己公爵夫人的身份，试图用地位来压制安娜，甚至还对安娜圣女的身份充满了嫉妒。看着眼前这个歇斯底里的女人，安娜知道对方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这场闹剧恐怕才刚刚开始。梅丽莎彻底疯了，她尖叫着说自己绝不接受，眼前的现实对她来说简直就是奇耻大辱。还没等安娜反应过来，这个女人竟然直接扑了上来，那只手带着满腔的怨恨，直冲着安娜的脸抓了过去。梅丽莎彻底疯了，她咆哮着冲向安娜，安娜根本不是好惹的，这一下反击直接让局面彻底反转。梅丽莎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强大的魔力震飞出去，这下真是踢到硬茬了。刚才还气势汹汹，现在却当众摔了个狗吃屎，这脸丢的可真够大的。看着手心残留的光芒，安娜自己都愣住了，难道这就是传说中圣女的力量？梅丽莎趴在地上咬牙切齿，她根本不敢相信刚才那个狼狈的安娜竟然能使出这种招数。周围的侍女们全看呆了，大家都在惊叹，这才是真正的圣女降临。局面这下彻底反转了。就在这时，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希尔维奥王子竟然在这个时候出现在了现场。看到眼前的混乱，王子的脸色并不好看，这下事情的走向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了。看到希尔维奥王子出现，梅丽莎立马换了一副面孔，恶人先告状，把所有的锅都甩到了安娜头上。她一边装可怜，一边指着安娜破口大骂，甚至觉得只有自己才配得上王妃的位置。可她完全没看清形势，希尔维奥的眼神里除了厌恶，根本没有别的东西。王子冷冷地吐出2个字：闭嘴。这一声呵斥让梅丽莎整个人都僵住了，在皇宫里大吵大闹，还想把别人当替罪羊。希尔维奥这番话等于是直接判了他的死刑。希尔维奥这番话简直是杀人诛心。他冷冷地告诉梅丽莎，感动他心爱的妻子，就别指望他还会客气。梅丽莎这下彻底凉了，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机关算尽，最后竟然落得这个下场。希尔维奥根本不想多看他一眼，直接下令把人赶走。卡洛斯动作也快，拖着惨叫的梅丽莎就往外走。随着大门重重关上，梅丽莎的野心彻底碎了一地。这皇宫，她以后是再也进不来了。转过头，希尔维奥却像变了个人，他温柔地走到安娜面前，轻声道歉，说自己来晚了。希尔维奥看着安娜，眼里全是藏不住的惊喜。他说，原本还打算给安娜安排魔法课，现在看来，安娜简直就是个满级大佬，根本不需要别人教。安娜被夸得有点不好意思，直言刚才那一幕，连她自己都没反应过来。就在两人气氛正好的时候，卡洛斯回来了，他已经利索地处理掉了梅丽莎，但作为管家，他觉得让疯女人闯进来是自己的失职，对着安娜就是一顿诚恳道歉。卡洛斯解释说，刚才因为在接待药剂师，所以才没能第一时间拦住梅丽莎。安娜听了反而觉得过意不去，毕竟梅丽莎是她名义上的妹妹，这锅怎么也得自己背一点。不过安娜心思很细，她马上意识到不对劲，既然药剂师都找上门了，难道是卡洛斯身体出了什么问题？
面对安娜的关心，卡洛斯只是推了推眼镜，语气平静地否认了，但这副滴水不漏的样子反而让人觉得他话里有话。卡洛斯把闲杂人等都清了场，顺便提醒希尔维奥该去处理正事了。安娜看着管家离开的背影，心里总觉得他刚才的解释有点勉强。餐桌上，安娜还是觉得心里过意不去，又一次开口道歉。希尔维奥却温柔地打断了他，让他多吃点东西，说今天最受委屈的人其实是他。希尔维奥解释说，考虑到两人大喜的日子，他才没对梅丽莎下狠手，只是给了个标准处罚。可说到这里，他的眼神突然冷了下来。如果那个疯女人真的伤到了安娜，他绝对会让梅丽莎付出比现在惨烈100倍的代价。看着希尔维奥严肃的样子，安娜一时间愣住了。她能感觉到这个男人温和的外表下藏着一股不容触碰的底线。希尔维奥很快又恢复了笑容，他给安娜吃了一颗定心丸，让她什么都不用担心，只要安心待在他身边，剩下的麻烦他都会处理干净。深夜里，安娜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白天发生的一切就像电影一样在脑海里重演。她看着自己的双手，还是不敢相信那种传说中的圣女力量竟然真的在她体内觉醒了。闭上眼，全是梅丽莎那张扭曲的脸。那个疯女人歇斯底里地咆哮着，死活不肯接受安娜的身份，甚至在被拖走时还在疯狂呼喊希尔维奥的名字。安娜坐起身，握紧了拳头。虽然希尔维奥一直在保护她，但她心里很清楚，梅丽莎这种人绝不会轻易罢休。如果一直躲在希尔维奥身后，麻烦永远解决不掉。安娜眼神变得坚定起来，她决定不再退缩，下一次她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和梅丽莎硬碰硬的做个了断。从今天开始就要去王城学习圣女魔法了。虽然公爵府离城堡不算远，但这种大阵仗还是让人有点压力。安娜试探着问希尔维奥殿下，其实这段路我自己走过去就行。希尔维奥却一脸严肃的拒绝，你现在可是圣女，要是独自走在街上，全城的人都得炸开锅。他要求安娜以后必须坐马车，甚至还顺杆爬，提议以后每天早上都要一起走。这下好了，圣女的修行还没开始，这种豪门贵族的生活倒是要先适应一下了。希尔维奥在马车上交代，接下来的10天会有顶尖魔法师来亲自指导，教你如何彻底掌控圣女的力量。毕竟圣女魔法太特殊了，光靠自己摸索根本不行，历代圣女都要经过这种魔鬼训练。而今天就是第一天，安娜不自觉地攥紧了手，这不仅仅是学习，更是她作为圣女第一次正式履行王室职责。希尔维奥倒是很有信心，他说以安娜之前的表现，肯定很快就能上手，毕竟她早就展现过惊人的天赋。安娜赶紧摆手解释，上次那只是情况紧急，其实她心里比谁都虚。回想起最开始的时候，安娜的魔力其实弱得可怜，甚至连最基础的魔法都用不好，但她心里清楚，圣女的力量绝不止于此。虽然嘴上不说，但她一直怀疑自己到底够不够格，毕竟这种重担压在身上，换谁都没法完全自信。可即便如此，她还是想拼尽全力去尝试，不为别的，只为乐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圣女，不给希尔维奥殿下添麻烦。安娜看着眼前的男人，坚定地告诉他，既然被选中了，她就要抓住这次机会，好好训练，彻底尽到圣女的责任。希尔维奥轻声唤着她的名字，这一刻，两人的距离似乎又近了一步。希尔维奥看着安娜，语气温柔的不像话。他说：“安娜心地善良，但千万别为了圣女的职责太拼命。在他眼里，无论什么时候，安娜只要做最真实的自己，就已经足够珍贵了。”安娜还没来得及感动，马车突然剧烈晃动了一下，她整个人失去重心，直接扑进了希尔维奥怀里。这一下撞得猝不及防，两人的距离瞬间拉近，空气仿佛都凝固了，气氛变得有些微妙。安娜吓得赶紧退后，一边慌乱的道歉，一边努力平复情绪。这突如其来的意外让她完全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了。安娜现在后悔的要命，刚才下意识的躲闪，肯定让希尔维奥殿下尴尬了。明明人家是一片好心在帮他，他正手忙脚乱的想解释，希尔维奥却大度的笑了笑，安慰他说没关系，这种事可以慢慢习惯。可还没等安娜松口气，他突然一把拉住安娜的手，凑到她耳边低声提醒，正式婚礼上可是要接吻的，让她最好提前有个心理准备。这句话简直像个重磅炸弹，安娜整个人都僵住了，哪有这种突然袭击的？这进度是不是跳得太快了？希尔维奥却一脸理所当然，毕竟两人迟早要成为夫妻，这种事在他看来根本就是顺理成章。安娜无奈地叹了口气，她说自己根本没谈过恋爱。希尔维奥这番话简直是在逗她玩，没想到这位王子殿下居然一脸认真，说他其实也完全没经验。既然大家都觉得突然亲密太难，希尔维奥竟然出了个奇招，他提议不如先提前练习一下，还一本正经地说这跟练习魔法没什么区别。他一边说着，一边轻轻托起安娜的下巴，提议先从亲吻脸颊开始适应。眼看两人的距离越来越近，空气里全是暧昧的味道。就在这关键时刻，马车外突然传来随从的声音，提醒殿下已经到达目的地了。这突如其来的打断，让原本紧绷的气氛瞬间散了一地。希尔维奥倒是淡定地回了一句，安娜却在一旁还没回过神来。她看着男人的背影，总觉得这位王子殿下绝对是在故意拿她寻开心。希尔维奥率先走下马车，他优雅地伸出手，邀请安娜一起进入城堡。安娜轻轻搭住他的手，这一步跨出去，就意味着新的生活正式开始了。眼前的白色城堡宏伟壮丽，但安娜
还没来得及仔细欣赏，就发现不远处站着2个陌生面孔，看他们的装束，应该是专门在这里等候的。这2位年轻人见到安娜，立刻恭敬的行礼。带头的深绿发青年叫奥斯纳，旁边那位红发少年叫凯米，他们已经在这里等候多时了。2人表现得非常专业，不仅主动介绍了自己的身份，还明确表示从今天起，他们将全权听从安娜的差遣，负责协助她处理接下来的事务。看着这2位干练的助手，安娜意识到希尔维奥已经为她安排好了一切，在这个全新的环境里，她不再是孤身一人了。希尔维奥临走前反复叮嘱，把安娜的安全托付给了2名随从。他温柔地向安娜告别，说等公务处理完就来接她下课。安娜微笑着目送他离开，心里还觉得挺暖和的。可希尔维奥前脚刚走，气氛就瞬间变得不对劲了。安娜本想客气地打个招呼，说今天请大家多多指教，没想到那个红发少年凯米直接当场变了脸。他抓着头发，一脸烦躁，嘴里嘟囔着真是难以置信。原本以为传说中的圣女肯定是个惊为天人的大美女，结果在他眼里，安娜只是个平平无奇的老女人。凯米越说越过分，甚至开始替希尔维奥殿下叫屈，觉得殿下每天对着安娜还得强装出一副礼貌的样子，简直是太委屈了。这番话像刀子一样直白，安娜整个人都愣住了。刚才还恭恭敬敬的助手，怎么一转眼就成了毒舌男？